杨子宁愿不活在他爸的电运里。父亲性格的开放性太过惊人，而且已经隐藏了相当长的时间。媒体里有很多表演者，他们的人都是像我们这样的传统个体。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防止过度挑衅，这些工匠很少在户外注意到他们的家人。这是正确的，但是每个人都会对他们的人所做的事情更加好奇的。还有很多专家，他们的监护人是表演者，或者他们的家人喜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这些手艺人会经常指定他们的人，他们也会带着他们的人去剧院演出，理由是他们的人演得好，他们也可以把自己放在粉丝圈里。一些监护人可能会尝试和他们的表演者一起出名。孩子们，近来在媒体上大放异彩的杨子，在北京经历了童年。他是媒体中为数不多的几位已经长大并参与媒体工作的杰出童星之一。他是一个轻松的人，但他可以在媒体上找到持久的成功。尽管他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但不可避免的人们会质疑他的家人是否有力量领域。从杨子参与的消防保障公告中也可以看出，杨子还参演了关于消防的电影《火之传奇》。片中，他饰演的小姐姐仁慈大胆，却无法维护自己的感情。不仅如此，杨子的这一扣更是让影院里不少人热泪盈眶。杨子除了参与灭火电影的拍摄外，还是一名公职的政府救援快递员，参与灭火演练，拍摄了多张不同星型的灭火横幅，贴在城市和小街上，提醒大家注意安全。2018年，杨子公开了他爸爸的专家角色。他的父亲是一名消防员，在危机和崩溃的帮助下，杨子这个呼唤做对了，让他小时候觉得没完没了，所以为了更好地认识爸爸，体验爸爸杨子才的存在，给消防安全误导宣传这么多考虑。02，周星驰悲痛于韩国的热潮，目前逐渐被抹杀。张艺兴的沉默让媒体直呼。近日，一场震惊世界的指控发生在韩国。这场不幸导致不少逾154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这是一大群人在庆祝万圣节的时候，许多人挤满了一个受限制的后门。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拥堵，最终促成了不幸。这个消息非常令人不安，我没想到会在一个庆祝的幸福日子里发生这样的不幸，这是可悲的。众多名人对韩国梨泰院发生的不幸表示同情。其中就有最近公开个人记录的周星驰。周星驰最近开通了个人社交记录，主要发布的消息是他在选个人要面见。在韩国被指控后，周星驰发布了双手瘫痪的动态，几乎没有文字。然而，显然周星驰是在为这场抢购潮的幸存者而哀悼和哀悼。星爷的这一举动让网友们失望了。周星驰作为影视传媒界的领军人物，影响力巨大，他的认可立刻激起了网友们的失望。有人在星爷的动态下留言，说他不应该让韩国人伤心。还有人细看，他并没有开中国社交记录，而是在一个陌生的社交舞台上开记录。他的目的是什么？其他人则说他超出了上限。一直有不同的不确定性声音。或许刚刚打开唱片的星爷有些意外。网络世界的错综复杂，星爷可能遇到过有趣的事。星爷抹掉了双手合十的动力，或许是留意到动态带来的争执，他抹去了合手的动态。可以看出，性格豪爽的星爷也有需要三思的时候。公星的哀悼动态是一种自私狭隘的无底行为。作为人类出生，我们的心脏一直在跳动。我们有感觉、良心、情感和眼泪。当灾难袭击他人时，我们的良心本能地让我们感到难过，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或要去哪里。更何况，在踩踏事件中丧生的，大多是没有犯下滔天罪行的年轻人。攻击一个对受害者表示同情的人的网民，已经失去了人类最宝贵的品质——良心和良好的思想。星是香港娱乐界第一位发文吊唁的名人。舒淇的老公 Terence Fong 也发了一条动态，上面写着“为梨泰院祈祷，2022年10月29日哀悼梨泰院事件”。他还附有一张黑白照片。
除了这2位明星，国内很少有明星发文悼念。不知道周星驰和冯德伦是否发文吊唁，部分是出于个人善意，部分是因为他们与涉事人员有一定关系。鹿晗、黄子韬、张艺兴等前 EXO 成员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变态。鹿晗等人在韩国出道，在国内享有盛誉，他们沉默大概是怕引发周星驰这样的争议，所以干脆不发动态。然而，韩国的粉丝和香港媒体，尤其是香港的娱乐媒体，却以梨泰院踩人、前 EXO 成员回老家3个儿子反应冷淡为标题，让韩国粉丝和香港媒体感到寒意。对于鹿晗等人来说，说出来会招来攻击，而沉默难免引发争议。我不得不怀疑公众人物是否也确实不容易。一些名人是在韩国踩踏事件中丧生的人。第2季选手24岁的李智涵在选秀节目 Produce 101中一举成名，也是在踩踏事件中丧生的人之一。被称为啦啦队女神的24岁的金宇那也在事故中丧生，而26岁的日本模特富川明成也去世了。这场悲剧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巨大的警告，不要在人满为患的环境中。当空间狭小，人员密度太大时，人群中任何人的运动对周围人的影响可能比运动本身要大得多。如果人少，一个人倒在地上，旁边的人还可以帮忙，但如果人挤在一起，一个人的跌倒会引发另一个人被外力逼迫，而力量会以极快的方式一个接一个地传递给附近的人，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对人群造成极大的伤害。如果在疯狂之中发生危险，那损失是无法估量的。热闹是人的天性，但我们需要下意识地思考一个热闹的场景是否安全。当我们意识到有危险时，要远离。就像韩国的踩踏事件一样，一群人挤在小巷里，如果他们意识到安全，他们就不会在人群中。03出国变坏，张艺兴和合法咖喱抱抱，粉丝回应以后合影要打底色。谁能想到，有朝一日，身在国外的张艺兴也会被黑？自从内娱不景气，上台受限后，张艺兴也有自己的想法，不仅要让国外的粉丝或者网友听到我们自己的歌，做文化输出，还要带练习生去看世界，发展自己的圈子，带给他们成长和体验的经验。这是个好主意，但也有风险。宣传得好就行，不好就会有很多人唱。张艺兴迷你演唱会，张艺兴发布第2次大航海之旅出国的时候，骂声还是蛮多的。不过他似乎并不在意，毕竟抢票的速度说明了一切。张艺兴虽然是演员，但他的职业，他最喜欢的还是舞台，享受为艺兴加油打气。即使舞台上累了，他也会很开心，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最大的保证是他是粉丝，粉丝是动力。其实在开2巡之前，张艺兴已经开了一个小演唱会，就是自创舞台，免费给粉丝和网友看，线上直播演唱会，也就是内娱说没有舞台，而张艺兴就是为了自己打造舞台，当然这唱功肯定是亏本啊。从租邮轮就知道回报很少，还好这个还是免费的，只有特定的机位，而且也不贵啊，想看直拍只要。所以这是一笔亏本的交易，但张艺兴却做到了，因为他早就说过要免费举办一场迷你音乐会。张艺兴的大话一一成真，张艺兴早年说的大话，如今正在一一应验。通过这次第2次巡演，他也在把华语音乐带向世界，而且他真的在做。11月15日，张艺兴在格莱美博物馆演出，这是格莱美博物馆成立以来唯一受邀在格莱美博物馆演出的歌手，令人印象深刻。起初被嘲笑的梦想一步一步地实现了。自从演唱会结束后，张艺兴就蒸发了，只有通过其他的合影才能看到。张艺兴并没有消失，只是在扩大他的社交圈。然而，在与其他人合影时，出现了一些问题。张艺兴拥抱合法咖喱，因为在合影中，有网友扒出张艺兴与一些逃往海外的合法策展人合影。要知道，张艺兴一直根深蒂固，多次登上央视，是不是在出国发展的时候就开始放松警惕了？但随后粉丝的解释是，和大明星合影的人太多了，路人也有，张艺兴都认识吗？
是不是都很熟啊？要不要做个背影？为了合影而与每个与你合影的人调音，这倒是真的。合影的人很多，张艺兴这边也不可能分析大家，所以这波黑压压的还是不讨好。